一件看似寻常的坠楼案，却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罕见的舆论风暴和一场同样罕见的维稳行动。男演员于朦胧的死，诡异之处不在于案件本身有多少疑点，而在于官方的处理方式。警方在24小时之内光速排除他杀，社交媒体以雷霆万钧之势删除一切质疑。紧接着，一场关于网红罗永浩与餐饮品牌西贝的预制菜骂战，就如同算好了一样，精准地引爆了全网流量，将所有人的注意力从一桩人命案上彻底移开。这个操作是不是太过娴熟，太过巧合了？一个社会事件的真相，往往不隐藏在说了什么，而隐藏在不让说什么。于朦胧之死的舆论维稳力度达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级别。近期的其他热点，无论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出逃被劫的传闻，还是甘肃天水幼儿园的血签事件，甚至是官方一手扶持的战狼符号吴京遭遇全网群嘲，网管部门的反应都相对滞后，默许了一定程度的情绪宣泄。然而到了于朦胧这里，气氛骤然紧张，任何质疑的声音都被迅速删除，官方说法漏洞百出，以至于死者母亲名义发出的声明，在微博上获得最高赞的评论竟然是3个字：我不信。这种不成比例的压制本身就是一个最清晰的信号，事件的背后有某种力量不希望公众探究。对比之下，罗永浩和西贝那场看似要打到法庭的争斗，就显得像一场精心编排的吸引全场目光的决斗式表演。当观众们为决斗式的每一次挥剑而喝彩时，他们没有注意到竞技场阴影里的贵宾席上正发生着一些真正重要但却不想被人看见的事情。官方通报的漏洞加上这种超规格的言论压制，共同将所有的猜测指向了一个方向，也是在中国所有离奇事件的最终归宿——权贵。海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说法，将于朦胧的死与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联系在一起。这个说法当然无法证实，就像所有关于中南海高墙内的传言一样，它更像是一种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在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社会里，当官方叙事彻底破产，民众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权力的运作方式。当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能够享受到远超爱国大悲的舆论保护，唯一的解释就是其背后牵涉到的人物，其层级之高，让整个宣传机器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其擦出痕迹。这套掩盖丑闻、压制舆论，最终引发政治风暴的剧本，我们并非第一次见到。要理解这种看似过度的反应，就必须回到2012年3月18号的那个凌晨。当时，一辆黑色的法拉利跑车在北京的宝福寺桥发生车祸，车毁人亡。死者正是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这起车祸从事发到被媒体有限度的报道，中间经历了漫长的信息封锁。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给了他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要挟令计划的绝佳筹码。他命令傅政华压下此事，以此为条件，试图拉拢掌握着中央警卫局的令计划，为他后续的政治图谋铺平道路。然而，傅政华这个投机者两头下注，反手就将周永康的图谋密报给了胡锦涛，这才引发了后来所谓319军车进京事件。长安街上一度传出枪声，周永康的武警力量与调来护驾的38军形成对峙。你看，一场由权贵子弟飙车淫乱引发的车祸，最终成了一场未遂政变的导火索，并直接导致了一个庞大政治派系的垮台。有了这个历史剧本，我们再回头看今天于朦胧的案子，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如果传闻为真，那么蔡奇的政敌会不会拿到这个把柄？会不会以此为筹码，在未来的权力博弈中发难？这种恐惧是刻在中共高层 DNA 里的，所以他们宁可用最笨拙、最引人怀疑的方式去掩盖，也绝不敢让事件本身进入公众视野，因为一旦进入，它就不再是一个娱乐八卦，而是一枚上膛的政治子弹。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也解释了另一个看似无关的现象：习近平当局近来的一系列外交动作。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的外交官在过去2个月一直在向美国政府示好，核心诉求就是希望促成特朗普在年内访华。为什么习近平如此急切地需要特朗普来访？这与他在党内面临的巨大压力直接相关。20大后，由他亲手提拔的党政军高层接连出事，从秦刚、李尚福到火箭军的集体清洗，证明其内部权力远未稳固。他需要借助特朗普的到访，来为自己背书加持，向党内反对势力展示我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承认。这是一种典型的挟洋自重，以令诸侯的权术。当一个最高领导人需要靠邀请一位潜在的外国领导人来为自己站台时，这恰恰说明其内部的控制力出现了问题。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紧张、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下，任何一个可能被政敌利用的丑闻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朦胧之死，如果真的牵涉到核心人物，那么它就绝不仅仅是一个刑事案件，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政治炸弹。更有意思的是，当高层在为可能引爆的内部炸弹而惊魂不定时，民间的某种情绪也在悄然蔓延。最近，一本多年前被下架的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改名为《崇祯传》后，又重新在网上销售。这本书的核心就在于那句曾经印在封面上的话：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这本书的再度流传，说明民间已经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批评某项政策，而是开始从历史的周期率中寻找当下困境的影子。当崇祯这个符号开始在民间流传，与权贵子弟草菅人命的传闻交织在一起时，它所形成的共振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幅极其荒诞的图景，一边是最高层在国际舞台上不惜牺牲战略资产，只为换取一次政治上的背书，另一边是在国内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去抹平一个年轻人的死亡所引发的任何涟漪。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极其脆弱的临界点上。一个明星的非正常死亡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震动，不是因为人们有多关心这个明星，而是因为这个事件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那个由特权、谎言和暴力构成的黑暗世界。官方的每一次删帖，每一次舆论引导，都像是在往一堆干柴上浇汽油。他们试图扑灭一个火星，却让所有人都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最终，于朦胧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或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件以及官方的应对已经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事件。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在这个巨大的黑箱之中，真相本身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权定义真相。当官方的通报无法取信于民，当公开的讨论可以被随时掐断，当所有的质疑最终都只能流向海外成为政治传言时，这个政权就已经在与自己的人民进行一场关于记忆和现实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每一次删帖，每一次禁言，每一次对真相的扭曲，都像是在为那座看似坚固的权力大坝凿开一道新的裂缝。